中俄联合军演，歼20第一次对外展示火力。为什么一款隐身战斗机要和飞豹联合行动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中俄联合军演呢，这次算是演完了。其中呢，一个很重要的亮点就是我们的歼20公开的向这个演习上的所有部队啊，包括俄军展示了它的作战能力。根据报道呢，歼20在前面，飞豹在后边，这两种机型呢形成了一个配合，对地目标呢进行了一个猛烈的打击。那么作为一款隐身战斗机啊，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的是歼20怎么携带霹雳15去猎杀对方的预警机啊、加油机啊这种高价值的飞机。而这次为什么偏偏就是用歼20执行了一个对地攻击，后边还跟着这个根本不隐身的飞豹，这么一个不隐身的东西跟在后边，会不会破坏歼20本身的突然性呢？其实我们也都知道，隐身战斗机的核心任务是什么？无非是两条，一个是前面说过的，针对对方的这个空中力量进行打击。我利用我导弹的射程优势，我利用我的隐身性，能够找到对方的薄弱的位置，从侧后方向靠上去，在不知不觉中给对方这重要的指挥啊、这个情报啊、预警啊，或者是加油这种飞机一个致命打击。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战役开始过程中，隐身飞机干的是踢门的事儿。所以1991年海湾战争的时候 F117 这些飞机一直承担的也是这种任务，在战役一开始到后边大量机群涌入战场之前，就要前出配合其他一些飞机，比如说武装直升机，都是这种隐蔽的、低空的，或者是其他方式能够让自己保持一些隐藏的这样的飞机靠近了前沿，把对方的防空火力一个一个标出来，一个干掉，把这个地面这个防空火力清的差不多之后，再有后续的这个反辐射导弹的飞机啊，比如说过去的这个 EA6B 啊，现在的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 F18G 啊，包括我们的这个飞豹，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一些电子战飞机啊，都可以挂载反辐射导弹，对剩下的一些中短射程的这个防导弹再进一步清理。等地面防空火力压制差不多了以后，再有大群的飞机过来进行各种打击。所以整个空中作战呢，基本就这么个顺序。只不过呢，这次演习在我们看来是一个相当浓缩的一个演习，时间很短，空间很小，所以我们看上去以后好像是这个歼20跟飞豹是在一起，而实际上真正战斗过程中呢，可能歼20跟飞豹的投入在时间空间上其实会拉得很开，而且那个飞豹的这个配合方式可能也是多样的，比如说歼20前面去打击一些重要的固定的预警雷达，或者是远程防空体系的警戒雷达，而这个飞豹呢是跟在后边，可能是几十公里之后再考虑一些反辐射导弹或者是别的方法。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飞豹要携带吊舱、电子干扰吊舱，对整个战区进行一个战术压制，也确保歼20在飞行过程中呢被发现的概率是进一步降低。飞豹呢毕竟是老了一点，演习上呢还能发挥点余热，而真到了实战的时候呢，可能飞豹已经退了。飞豹退了以后，后继的飞机可能会更强大，比如我们的歼16啊，或者歼11啊，或者别的飞机都可以完成飞豹的任务，而且后续的飞机载弹量可以更大。你比如说，我飞豹带反辐射弹可能带2枚，而歼11呢可能带4枚，甚至更多一点点。至于电子战飞机也是同样的，飞豹能够携带电子干扰吊舱，那么很多飞机也可以。比如说美军的 F18G 电子战飞机，他们最近要新换电子吊舱了嘛？而这个吊舱对美军来讲是通用的。同样呢，就是一旦我们搞好了我们的这种通用型的电子吊舱的话，那么可能我们的歼16或者其他飞机也可以有这样的能力。再有就是，除了这种战术的这种战场小范围的电子压制之外，后边还要配更多的飞机，比如说战略型电子干扰机，这次演习中没有出场，实际上是必备的东西。这是由大型的运输机改装的这种具有更大功率、更大天线孔径的电子战飞机。那么这些电子战飞机呢，除了干扰之外，还要执行这个战场监控啊、侦听啊、数据分析等等任务，最后要把整个战场上的各种这个电磁场的信息啊进行全部的汇总，对目标进行分类。而且呢，这种用隐身飞机踢门的任务，未来也不见得是只有歼20一种飞机可以执行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人的隐身战斗机可能就不止一种。而且我们不要忘了，还有像攻击11或者是其他一些具有相似功能甚至是更强性的隐身攻击机。毕竟呢，这是一次联合演习，毕竟呢，这个演习呢也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种演示性演习，所以歼20这次亮相不可能拿出全部的真正本事，只是在这个浓缩的演习中拿出一点点最基础的本领，给大家尝个新鲜。好，关于歼20在这次演习中展示火力，我相信关注的不仅仅是我们，也不仅仅是俄罗斯，更多的人恐怕正在竖着耳朵旁边听着呢。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